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毫秒级的思维轨迹。这项研究聚焦大脑如何路由信息，核心问题是毫秒级传递如何发生。作者把高频活动爆发，简称 HFABS， 作为关键线索。它们出现在空间注意力任务中，它们也参与跨脑区通信。最新结果显示，它们可能是极速路由的基本单元。相关证据来自自然神经科学研究，其意义在于信息流可被重新理解为动态脉冲。大脑的路由速度远超传统想象，它能在亚秒级内调度感觉信息送入执行网络。这样的协同不是局部偶然，而是全脑级联动。问题在于旧理论多看两脑区，他们擅长描述相关性，却难解释动态路由。尤其当信息要在毫秒尺度上切换时，机制就更模糊。因此，真正的难点是找到高速协调的生成方式。要验证这种高速路由，先得选对观测手段。fMRI 覆盖很广，时间分辨率却太低，它能看见全脑轮廓，却抓不住亚秒级变化。注意力任务里的瞬时路由因此会被直接抹平。单细胞记录相反，精度极高，却只盯住很窄范围，视野太局限，难以拼出全脑网络。EEG 和 MEG 时间够快，但空间定位不够准。IEG 同时兼顾空间覆盖和毫秒分辨率。HFAB 指的是高频活动爆发，它的主频落在65到115赫兹。它不是连续背景噪音，而是间歇性激增，平均发生频率只有 0.1 赫兹，单次持续也很短，平均 36.2 毫秒。这个窗口非常窄，却足以反映状态切换。它对应神经元群体高度兴奋，也标记着放电进入 spiking regime。线索与目标并不共用同一张地图。线索网络主要落在后部脑区，覆盖上顶小叶、顶内沟和视觉外纹状体皮层。目标网络则更偏向前中部，涉及前运动区、额上回、额下回和多个顶叶区。通道统计也支持这种分工，线索网络约占 10.7%， 目标网络则占到 33.2%。两套网络的活动还呈显著负相关 ，R 等于负 0.36。也就是说，响应线索的电极很少同时响应目标。大脑因此采用了两套彼此分离的专业化硬件版图。HFABS 的强弱能直接预测注意力成败。正确命中和正确拒绝时，它明显增强；漏报和误报时，这个信号会衰减，说明它不是随机噪音，而是行为相关信号。分类器也验证了这一点。线索后500毫秒内，准确率迅速升到 0.66 以上。无效线索却始终停在 0.55 附近，它因此可作为注意力成功的实时晴雨表。非任务状态下 ，HFAB 不孤立出现，它们会和 θ、α、β 节律保持相位锁定。锁定并非偶然，更像内建约束。相位图显示，能量集中在特定相位区间，高频活动因此被束缚在低频波形的低谷或高峰。这样的安排说明系统默认处在节能模式，大脑此时更像内部调节休眠状态。它减少无谓放电，为后续处理保留余量。任务1到 HFAB 立刻发生相位解耦，它不再被 θ、α、β 束缚。频谱图显示，刺激前20到40赫兹能量很强，刺激后这段低频能量迅速消失，说明高频爆发被瞬时释放出来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一步只出现在正确试验中，错误试验里解耦没有成功，目标也更容易错过。由此可见，任务触发后的解耦是成功路由的关键门槛。大脑先处在内部节律主导状态 ，HFABS 受低频网络紧紧锁定，外部感觉输入打破这种平衡，抑制和兴奋开始重新分配，网络活动抑制性随之上升 ，HFABS 由此脱离原有束缚，系统进入激活单区同步窗口，这个窗口最利于外部信息处理。HFABS 一旦脱离局部约束，便出现零延迟同步，不同脑区的高频触发在同一时刻对齐。证据来自多通道振幅曲线，它们都在0毫秒附近出现尖锐峰值。这个峰值很窄，也很集中，说明跨脑区不是慢慢传递，而是同时点火。主成分分析进一步给出数学支撑。第一主成分 PC1 捕捉到全脑对称激活 ，PC2 则主要是无规则波动。K-means 聚类先分析基线同步关系，它从100个通道的连通矩阵里分离出2个稳定模块，一个模块落在后部脑区，另一个覆盖前中部区域，它们分别对应线索子网络和目标子网络。
基线并非随机噪声，而是带有清晰分工。无任务状态下的同步结构已经能暴露隐藏拓扑，后续任务中的功能分离，因此早有网络基础。线索网络的 HFA-BDAS 最先越过阈值，有效线索出现时，信息流会被重新定向。线索提供真实空间信息时，通信链路快速建立。热力图出现清晰斜向轨迹，这个链路提前 48.8 毫秒成型。无效线索下，这种秩序就消失了。图中只剩杂乱像素，没有定向流动，说明路由依赖上下文，而非固定通路。它决定信息何时向哪里传递。研究者把真实连接权重放进脉冲神经网络，生物数据和 SNN 结果几乎完全重合，宏观波形都在 t 等于0附近出现纺锤状爆发，低频带在0毫秒同时失去能量，随后高频活动一起被抬升，相位锁定的时序也一致，刺激一到，约束就被解除。这样的数学一致性并非偶然，它说明 HFA-BES 可被当作群体兴奋的直接映射。有效线索出现时，线索网络会轻微重激活目标网络，这个额外输入并不强，却足以改变局部状态。结果是目标网络中的 HFA-BES 密度明显上升，检测成功率也随之高于无效线索条件，尤其在阈值 1.0 附近，这个优势更清楚，说明行为表现对微小路由增量很敏感。它不是单次强刺激，而是微弱累加效应。边界也很明确，输入不足时提升就会消失。HFA 不是记忆涟漪波，它们的发生频率更高，约为 0.1 赫兹，涟漪波只有约 0.006 赫兹，两者相差大约15倍，持续时间也不同。HFA-BES 只有约36毫秒，涟漪波通常有50到100毫秒。动力学上，涟漪波偏向相位锁定， HFA-BES 则在任务中主动解耦，前者更像绑定记忆，后者更像在线路由，它们更像高速通信钥匙。默认状态下，它们受低频相位锁定，刺激到来后约束立刻松开，随后信号转入急速定向路由，线索网络先被激活，目标网络在约40毫秒后接棒。这个流程给出了完整蓝图。这项工作把空间注意力重新定义为动态脉冲，它不是静态聚光灯，而是 HFA-BES 在子网络间接力传递。证据来自人类 IEEG， 且时间尺度细到亚秒级。研究因此补上了传统 fMRI 连通性缺口，它首次刻画了皮层毫秒级通信拓扑。临床上，它提示 ADHD 等可用新型生物标志物，可关注解耦失败或时序接力延迟。对 SNN 而言，它启发低能耗路由设计。边界也很清楚，仍需更多人群验证。